哎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屏东市，又是屏东。你们一定很疑惑，我们之前已经拍过屏东了，怎么又来屏东了？不过我们今天这一次呢，采用的方式非常的特别，我们不吃我们自己推荐的东西，我们要让 IG 来决定我们今天吃什么。你是不是没有做计划？不是这样说啦，这次呢，我在 IG 上面发现一个美食光明灯。这个美食光明灯呢，它有把屏东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跟饮料做了一个筛选器。我今天呢，就决定让这个筛选器来决定我跟许先生一天到底可以吃什么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 go go。首先第一站早餐，噔噔噔，卖早餐手做吐司。Let's go！ 早餐第一家呢，我们来了卖早餐手做铁板。这一间呢，我看Google评论上面主打的就是他们的芋泥铁板吐司跟它的粉浆蛋饼。他们家的蛋饼每周都会有不同口味，今天是红曲的。刚刚许先生一直很犹豫，因为店家的菜单上面啊，打星星的其实是什么手做泡菜烧肉，但是许先生本人就是傲娇，他就是很想要吃剥皮辣椒，所以我就偷偷问老板，剥皮辣椒烧肉也是你们的推荐吗？他说对，是。他们家的粉浆蛋饼好像不像一般的早餐店这么油腻耶，我觉得它看起来有点像酥皮的蛋饼。这不是粉浆蛋饼，是粉浆蛋饼啊。粉浆是那种就是像浆一样下去弄的。你错了，我刚刚看到老板娘自己在那边隔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她是现场自己在那边隔，所以是他们的粉浆，只是它的粉浆蛋饼像我讲的，比较不像外面那种厚厚很油腻的，比较糊状的，不是，他们是比较煎的脆脆的，油腻感也少蛮多的。你刚刚吃了剥皮辣椒需要蘸酱吗？我觉得不用，我直接吃就可以了。还不错。很 Q 哎，但是我喜欢吃传统的那种蛋饼，你喜欢蛋饼比较油腻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像我认知中的粉浆蛋饼。我喜欢，因为它其实你在咀嚼当中还是会有感觉到粉浆蛋饼的那种 Q 弹，可是它表面呢，它的表面会吃到类似那种煎过，有一点微脆的感觉。女生的话应该会蛮喜欢这一款的，因为我个人呢，就有时候吃粉浆蛋饼吃到后面会觉得太油腻，他们不会。它的皮是 Q 的。而且剥皮辣椒跟烧肉调味都蛮好吃的。还不错。粉浆蛋饼很 Q 哎，我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咀嚼一下。你也很 Q 啊。饭来吃他们的主打商品，芋泥系列真的是他们家的招牌中的招牌。它的芋泥啊，可以做蛋饼，也可以做像我今天点的这种铁板吐司。铁板吐司两面，吐司两面全部都有煎到金黄的。我点的口味呢是芋泥芝士，它也有什么芋泥肉松啊、芋泥咸蛋，超级多。玉米控来这间应该会疯掉。这个多少钱？这好像65的样子，来吃吃看。玉米给的还蛮多的耶。老板刚刚在夹这个芋泥的时候啊，他是死命的这样隔上去，用那种饭匙这样隔，看了我就超爽的。它吐司里面这个芝士啊，我不知道一掀开你会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它像台南可香草一样，它把芝士铺在铁板上面，煎的脆脆的，再搭上它的吐司，整个吃下去，你知道芝士的焦香味啊，很浓郁，又脆又香。搭上中间软软的这个芋泥，绝配，真的是绝配。芋泥控要吃，好好吃。接下来我们来抽第二间早餐店，没按到，10点半就关了。嘿，味意美，到1点。Let's go。早餐的第二家店，我们来了味意美。这间味意美呢，我一到门口的时候，似曾相识啊，各位。我们两个在门口静置了5秒，基本上这间店应该是我们平常选店不会来的店。因为我后来发现它在高雄也有分店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社区早餐店啊，它根本就是美而美的兄弟，你居家的好邻居。什么意思，各位？后来呢，我发现这一间呢，它在 Google 评论上面其实是
没有评论的，因为它根本没有地标。没有地标，没有评论。刚刚我们一时间不知道点什么，我就问老板娘说：“老板娘，请问一下你们最多人点的是什么？”我想说点最多人点的不会雷吧？她说：“看你要吃什么啊？哎，铁板面呐，那个青酱铁板面我们很多人点，所以我就点了青酱铁板面。还有它的鸡块，他说他的鸡块也很多人点。对，我也是很喜欢吃鸡块，我每次去早餐都会点鸡块、薯条跟热狗3件套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听老板娘的推荐啊，马上就决定点起来。刚刚青酱铁板面上桌的时候啊，许先生说：“哎，铁板面还有看到小白菜。”这个铁板面真的是家常到不能再家常，蛋、青酱、铁板面，那里面的配菜呢是用小白菜，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组合。但是我相信应该会蛮好吃的。我刚刚以为它是半熟蛋哦，不是哦，老板娘很贴心哦，她已经煎到几近全熟了，大概8分熟。对，这样子也比较安全呐、蛋全熟吃感觉好像比较安全。来吃吃看铁板面，我一般呢、在这种早餐店，我好像都吃肉酱铁板面，我很少吃青酱的。那是不是我买的那种调理包？对，吃起来的风味很像我团购的那种什么阿土伯啊、阿什么伯啊那种，然后放下去铁板煎一煎加热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店就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。我们吃了这么多的早餐，基本上我们在找这些早午餐店呢、都会找那些有噱头的，然后比如说芋泥啊很厚啊，或者什么有特色的早点。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家里的旁边吃这种路边的小早餐店，我突然间有一种回到那个就是大学时期的那种感觉。而且这一间的鸡块，它用的是类 LV 的牌子，非常的可爱耶。它的鸡块就是你想象得到的那种炸鸡块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社区早餐店。如果你是在屏东附近啊，在那个民族路夜市这边附近的话，你可以来这边吃吃看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这附近的话，你就吃家里周边的早餐店，然后搭配我们的影片，就会有一样的效果咯。没错哦。接下来午餐的第一家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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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廖家肉燥饭。对啊，在这里啊 ，Google 显示是在这边啊。哦，这一间啦，蓝色这一间啦。因为刚刚廖家肉燥饭是大门深锁的状况，我们研判它今天应该是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抽下一间喽。1、2、3，没看到，1、2、3，没看到，1、2、3。刘妈妈凉面几点1点半，刘妈妈凉面。好，赶过去。好 ，Go。午餐接下来我们来了刘妈妈眷村凉面。这个眷村凉面它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，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我手中这个。他们家最有名的是这位，会开门的黑狗狗。对，他们的狗狗超可爱。它想进来吹冷气，所以它就会自己开门。帮他关。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间有一点晚，所以老板娘就说他们就只剩下凉面了。但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是要来吃凉面的。Nice。它的凉面很大碗呢，我们今天点的是小碗的，就是这么大一份。今天该有的招牌全部都有了，这个凉面还有这个辣味豆干。我刚一点，老板娘说你看网路来哦。知道这个就是老饕必点的，好不好？老板娘刚刚又招来一个说他们家卖的很好的海带鸭，看起来就喝甲块的喝甲块。他们家的小菜啊，你一上桌就会觉得色香味俱全，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的样子。它这个豆干是卤完之后让它专属的辣味的这个酱料去腌制过的，它是冰在冰箱里面，所以你要主动问它才会有。是一吃立马懂，它是那种第一口进去你不会觉得哇好辣，它只是尾韵，你在舌尖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辣就很有深度的出来了。好吃哎、豆干好吃。他们家小菜蛮好吃。我觉得搭着它的面吃会蛮解腻的。来品尝我最期待的凉面，它的凉面呢上面放了一些豆芽菜啊跟小黄瓜，刚刚还有一坨白白的东西，它的酱汁是比较稀的那一种，不是那种扒在面条上面的。你吃得出来是糖粉还是北丑吗？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看起来是糖粉，就是我们在吃润饼的那种白糖粉，应该不是嘉义的白醋。我出去问老板。好奇宝宝上线，多生气了！白糖粉
是白糖粉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就火眼金睛，我就觉得那个很像，甜的很好吃。很像润饼上面撒的那种北藤啊，北藤混。而且它的酱汁啊，我觉得在夏天吃是蛮清爽的，因为它的酱汁真的不像我之前吃的某几家凉面，那花生酱会直接扒在面条上面，它不是，它是真的比较液态状的。它的面条不是一般的黄面，我觉得它的有点偏鸡蛋面，比较粗，然后也比较有弹性一点点。如果来啊，你们就凉面，然后2个小菜点下去，老板娘还会附清汤给你，很赞。蛮推荐的，不错，中午可以来这边吃凉面。还有冷气哦。吃完凉面，我们决定来一个饮料趴，饮料选择器。按不到，我帮你按。好，如遇果茶。买到水果茶了。我们今天买的是他们的招牌水果茶，因为刚刚老板娘跟我说，他们家的水果茶都是不加果糖的，不像外面的饮料店可能加了很多果糖，他们家全部都是自己手炒的砂糖。这间如遇果茶它很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的前身其实是一间服装店，所以老板现在这边原先是在卖衣服的，这边兼卖饮料。没有，以前是整间都卖衣服，哦，然后后来才有开这个窗户。然后服装店因为最近景气没有那么好嘛，之前又加上疫情，所以老板就转型开始卖他的水果茶。他们家水果茶呢，用料实在，果糖也都是自己手炒的，下面饮料都是满满的这个水果基底，还有果肉。所以这个水果茶一卖一战成名。老板还有跟我们介绍，他说之后里面呢可能会规划成冰果室有内用区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而且你知道他刚跟我们说什么吗？这个纸杯，我好惊讶，这件事情我太惊讶，我第一次看到有饮料店的纸杯。外面这个东西全部都是老板亲手画的。他说他现在已经练就成2只猫的话，他大概画1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是自己手画的，这个也太珍贵了吧？这个可以带回家收藏我真的傻眼我想说这应该是印制的吧？谁那么多闲工夫自己画？他真的给我一直慢慢画。我觉得大家要趁现在他们就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，还愿意手画的时候，来这边收藏1-2个杯子回家。因为接下来如果生意变好的话，就要开始大量印刷，你就不会拿到是老板手画的。而且你可能看到每一个细节都不太一样，这个超级手做的超夸张的。买水果茶送那个插画你们真的来可以喝喝看，像我今天点的啊，是招牌的水果茶。如果是招牌的水果茶，它就没有百香果的基底。但是老板说他们卖的最好的是这个，有百香果肉的这个，你们自己看，里面满满的百香果肉。我以往对于这个水果茶的印象就是那个糖度都会稍微偏高一点。对，虽然说好喝归好喝，可是你在这种渴的情况下，你喝的话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解渴的。对，可他们家还好。对，他们家的糖放的刚刚好，就是让你有喝到那种水果的酸甜味，但是又不会腻口。我觉得这个大热天喝真的是非常的。这个以我全身抽水机的功力，我大概很快就喝完1分钟之内需要完。对，你马上就会喝掉了，赶快来试试看哦。午餐的第2间，没看到。公园肉燥饭。我们接下来来了公园肉燥饭。这间公园肉燥饭呢，我刚刚看它的菜单，真是有够无敌简单的。我跟你讲，菜单只要简单的店家都一定会很好吃。它只卖一个东西，就是肉燥饭。汤有3种啊，有排骨酥、咸菜鸭跟咸菜猪肚，就3种汤。这一碗上来的时候啊，明明就是一个 B 哥，明明就是一个档啊 B 哥，可是我刚刚吃下去又发现它真的是肉燥饭。结果我就看到墙壁上这个说明，我就知道了。什么意思？原来他们啊，这个老板是好像2代还是3代？2代，这个是2代的老板。恶补一下是不是？对，他们1代的老板，他原本就是卖 B 哥的。哦，B 哥就是用糯米嘛，然后装在那个铁罐里面，然后这样子卖。可是他说，因为糯米呢，很多人反映说，吃了胀气不好消化，所以他就是把它改成用白米的方式卖肉燥饭，就又卖到现在。我知道，他就是把它做成肉燥饭，但是是米糕形状的肉燥饭。对，而且他这样子也蛮聪明的，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来点餐啊，他要上菜非常快就好了。对。可
可是如果你要说它是肉燥饭，我觉得它的汤汁又不太像肉燥对，饭。我觉得它的口味会有一点跟我们平常在吃的肉燥饭不太一样。你先吃看看。超级够味。我本来想说，它没有淋，下面好像没有淋酱的感觉，没有，它超够味。你一吃它那个肉燥香啊，从头到底全部都是那个咸香的味道。它会跟我们平常在吃的肉燥饭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米啊是用蒸熟的方式，它是用当阿逼哥蒸熟的方式，可是你是糯米转换成白米，有一个优点，就像阿雅刚刚讲的，它的味道会非常的融入在整个饭里面。对，它的米粒啊，每一个毛细孔都吸到它的卤汁。但是缺点我会觉得就是它的饭会稍显软烂了一点点。它的米粒有点像是断片的。它反而不是走那种很 Q 弹黏嘴的那一种，它不是，它完全不是那种肉燥饭。我觉得跟我们高雄的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高雄不是都要淋那种会糊嘴的酱汁，连着饭一起咕下去，但他们的不是，他们就是吃这种散饭，可是有另外一种那种上海蒸饭的感觉，我觉得那种感觉。有一点。而且我刚刚偷偷看到啊，当地人都做了一件事。因为鼻哥不是通常都要加一点酱吗？它就是有点类似鼻哥酱那种感觉，有点 V 哥做法的肉燥饭。先跟你们讲，不用加，不用加，它已经很有味道了，那个就更咸而已，不用。接着来吃咸菜鸭，它的咸菜鸭一样是从那个蒸笼里面拿出来的。我刚刚看它的咸菜鸭，我目测应该会蛮浓郁的。它的汤是勒那一种，一整个倒起来都是有一层油脂在浮在上面。他们家的招牌好像是咸菜猪肚，比较多人推荐。可是我个人就是一定要喝咸菜鸭。因为我刚刚看它的咸菜鸭，我有一点不想预感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觉得它骨头偏多。可是我一夹起来，我觉得我要跟它道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它已经是这种化骨绵掌，超扯，骨肉分离。它的鸭肉跟你想象中的那种咸菜鸭，因为我之前去喝咸菜鸭汤啊，那个鸭肉都很柴，但他们家不是，他们家已经汤跟肉全部基本上是化在一起了，一入口那个肉直接在舌尖上面顶一下就化开了。我个人的心得就是，这碗咸菜鸭的分数对我来讲比肉燥饭还高，它的汤头是蛮厉害的。汤要喝，我觉得汤超赞。汤我大推，肉燥饭可能见仁见智，大家看自己口味喜好。接着我们要进到晚餐时间，噔噔噔噔，爱这间，爱这间哪间？晚餐的第一间，我们来了爱这间。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人气的综合间，它的综合间就是有虾子、花枝跟鹅啊，全部 mix 在一起的。它这个很鼻涕耶。没有啊，它的周围是脆的，中间是鼻涕的。对，我刚拉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很有趣。它同时保持了中间太白粉的那种粉感，然后再加上上面这个脆皮的地方，就是这么脆。外脆内鼻涕。他们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你除了点煎之外啊，你还可以 mix 主餐。像我今天点的是意面，还有乌龙面。最特别的是他们还有萝卜糕。我看到那个意面上来我都傻眼，你现在是吃的不够饱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搭意面这种组合的蚵仔煎我没吃过啊，就一定要试试看。它一上桌的时候啊，上面都是这种酱。偏番茄酱，番茄酱饼。我本来以为是走那种台中东泉辣椒酱，不是，它是有那种甜感的甜番茄酱。但是我目前吃到虾子跟花枝，但是没有看到任何鹅啊。在这里啊。可是，我觉得它的虾仁也是这一种，很好。其实我觉得这一间呢，主打的是走一个创意，它并不是，对，它并不是走。灵魂报道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找到了鹅啊在这里，鹅啊本人在这里。刚刚那个是鹅啊的小朋友。煎类，如果你是爱吃脆皮的，我觉得你们会蛮喜欢他们家的，因为它边边的确够脆，中间也是带有口感。我觉得他们家这一个煎啊，大概可以2个人吃1份就好。
尤其是它这种有加主餐的，他们家在蚵仔煎的口味上来讲，我觉得并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蚵仔煎。但是就像阿雅讲的一样，它这间是走一个创意取胜路线，而且它加上主餐，比如说像是加意面啊、加乌龙啊，还有加什么萝卜糕，那个加上去，我觉得你2个人吃一顿，吃一份你会很饱，然后你会就是我觉得蛮划算的啦，价格其实是蛮 OK 的。平日晚餐会蛮适合。大家可以来吃一下，然后。接着到了晚餐时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邻舍公休，所以决定让许先生来亲手决定我们今天的晚餐。最后一间，看不到啦，国风海产羊肉店。晚餐的最后一间，我们来了屏东夜市这边的国风海产羊肉店。说真的，我来屏东夜市这么多次，我第一次吃他们家。这间也是老店，说实在的，就是我们平常真的来夜市里面不会特别走进来这一家，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大样菜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平常来屏东夜市啊，会想吃很多样小吃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少挑主餐类的直接吃。今天呢，我们最后一餐想说那我们就点2个热炒菜，再搭一个白饭。我已经吃不太下，所以只能点这样子，算是非常的客气。许先生点了他们招牌的葱爆羊肉，跟这个店家强力推荐的盐酥羊排骨，这是它的招牌菜。而且我看 Google 评论啊，大家都说这一样必吃。必吃，因为它那个蒜酥啊，跟它的那个葱啊，现在你在现场闻到就是满满的那个酥香味，非常赞。这个蒜味超浓郁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吃法你肯定是要这样子。蒜酥要搭。对呀，你怎么会不懂吃嘞？这个，它刚刚完全不需要牙齿用力，我就这样子滑一下。外酥内嫩，然后里面都吃下去满满的羊的那个油脂的香味，然后蒜的味道也包覆在里面。就像许先生讲的那个油花，你越咀嚼越出来，然后羊的那个骚味淡淡的出来，好舒服的羊骚味哦。确实就是要搭着它整个蒜味一起下去吃。啃骨头的时候有没有这样？先一口蒜。我非常喜欢它骨头边边带的这个筋膜，因为咬下去会是 Q 的。你咬它的肉啊，除了酥香之外，那个 Q 劲很赞哎。刚刚竟然忘记搭一口白饭，我后来发现啊，如果你觉得它蒜酥给的太多，就是这样子，给它浇粉葱爆羊肉好像是长得比较像小家碧玉款的。我觉得葱爆羊肉这是一个每间羊肉店都基本判断它的炒工如何，就是看葱爆羊肉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葱爆羊肉跟我以往吃到的不太一样，应该是说它上面的配色看起来比较单调一点点，因为它就只有绿色跟肉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些葱爆羊肉它还会有洋葱跟辣椒，所以看起来5颜6色就会很漂亮。因为很多家的葱爆羊肉啊，它是会把洋葱炒到那种焦香的，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它好像锅气很足。可是他们家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我目测看起来肉是比葱多的。对，而且肉都很大片哦。然后再来，其实吃下去的话，你会知道味道是够的。我现在是小看它的意思吗？但我觉得可以叫它炒一点辣，还蛮好吃的，还行，味道还可以。感谢老板娘，她刚刚跟我们说，他们家的招牌是这个沙茶羊肉。阿姨，你肉给很多哎，正常是更大份的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真的是有特别跟阿姨讲说，我们快吃不下。这边要先跟大家说，因为我们刚好偷问阿姨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加辣的话，你要先提前讲，因为她很怕大家其实不吃辣，所以一般来说，你点菜你如果没有特别讲，它就是没有加辣椒的。像我觉得它的葱爆羊肉啊，喜欢吃辣的人加一点小辣会更好吃。对，我其实觉得沙茶也可以加一点辣。羊肉当然有一点辣味的辣椒，其实很对味。可是它的沙茶本身味道就很重。如果以不加辣来讲的话，这2个我会投给沙茶。他们的沙茶口味很特别，不是一般那种牛头牌的感觉。应该不是，它的沙茶应该不是一般牛头牌。
沙茶火锅那个沙茶，哎，有可能哦。你们如果有来屏东夜市吃那个沙茶火锅啊，他用的这个沙茶就跟那个屏东火锅里面的一模一样。是不确定啊，你先不要讲的这么肯定。我自己觉得、啊，我被打脸吃起来感觉很有那种他自己独特香气的沙茶味。但是说到这个，我真的好久没有吃新源，好想吃新源。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再来补拍第二次。好，可能可以发现新店家哦。我要吃新源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着屏东美食光明灯吃一天的行程，我真的是又饱到一个极致了，我的妈呀！我说好棒哦，这个懒得做企划系列很赞，跟着部落客吃啊哈。如果有相关的部落客想要介绍我们去吃哪里的话，欢迎赶快私讯我，拜托带我们吃一天。不要再说我们介绍的都不好吃了，由你们来介绍我们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！我已经吃饱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滑铁卢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来由许先生决定我们今天晚餐的最后一间。这是早餐大哥。快没电了，没有办法让你搞笑了，请你停止做效果。我来屏东买烤箱了，我梦寐以求的好先生烤箱。我竟然来一间咖啡厅买他们的二手烤箱，真的几近全新的烤箱，哇，真是赚到了！